阿川站在院子里，打完一趟拳，额头微微出汗。他收拾之后没有立刻离开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脚下。朴朋克坐在石桌旁煮茶，像是早就看出他心里有话。阿川终于开口：师父，我最近越练越觉得奇怪。奇怪什么？以前我以为太极拳就是把招式练熟，把动作打顺，可是练久了才发现招式好像只是表面，真正难的不是手怎么走，而是身体里面有没有通。朴朋克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点头。有时候我明明动作做到了，可是肩还是浮，胯还是卡，脚底也没有根。推手时对方一碰我就想用手挡，一被压我胸口就紧，一被带我脚就乱。师父，太极拳到底是怎么进阶的？是不是先练招式，再练气，最后才练神？还是说这些其实是一件事？朴朋克把茶倒入杯中，茶烟升起，像一缕白气在空中慢慢散开。他看着阿川，淡淡说：太极拳的进阶不在招式多，也不在冥想高，真正的路只有3句话。哪3句？先练形，使身不滞；再养气，使气归根；后明神，使觉自灵。阿川皱眉，听起来像道家的话，可是我还是不太懂。朴朋克笑了笑：不懂才好，懂得太快，多半只是脑子懂。今日我便慢慢说给你听。太极拳第1关不是神奇，是老实。老实？对，先老老实实看自己的身体，肩有没有松，肘有没有坠，腕有没有活，胯有没有开，膝有没有顺，脚有没有落，脊背有没有一节，一节醒来。阿川低头看自己的身体。朴朋克说：人一生下来本来是活的，你看小孩子身体柔，呼吸沉，脚底落地自然。可人越长大，心越急，身越僵，肩担住事情，胸藏住压力，腰卡住情绪，脚走得匆忙，久而久之，全身都是结。所以练拳其实是在解结。正是。第1步叫练形，不是练外表的形，是把这副形骸重新练开。怎么练？先从手臂开始，肩若不松，气便浮；肘若不坠，劲便断；腕若不活，意便僵；指若不舒，气便不到末梢。你以为手是在外面，其实手是身体内气的末端。所以手不能只是摆姿势？当然不能。手若只是摆姿势，那是空壳。真正的手是从脚底、腰胯、脊背一路送出来的。手指一动，全身都有消息。手心一空，胸中便不堵。阿川若有所思。再来是下盘。太极拳讲根，根不在嘴上，根在脚下。胯不开，膝必受苦；膝不顺，踝必僵；踝不活，脚底必死。脚底死了，人就只能用上半身硬撑。难怪我推手常常上面很忙，下面很空。这就是常人的病，上实下虚，心浮气躁。一被人碰，手先紧，胸先顶，脚先湿。真正练拳，要让重量慢慢归到脚下，脚下有根，心里才不慌。那脊背呢？脊背是人参，一条大龙，尾闾不正，腰就不活，命门不开，气就不圆，背不松，胸就不化，头顶不虚灵，神就不清。你看，真正会练的人，不是身体软塌，而是中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线。这就是中正。中正不是站得直而已，中正是上下相通，内外相合，上有虚灵，下面有根，中间空活，四肢自然，
这才叫行中有道。阿川沉默片刻，行若未开，不要急逐谈气。很多人一开始就问气走哪里，丹田怎么守，任督怎么通。可是肩还硬，胯还死，胸还堵，脚还浮，这时候谈气只是想象。所以第二步才是养气。对，行开了，气才有落。气不是你喊来的，也不是你压下去的，气是身松心静，吸合之后自然归根。归根是归到哪里？飘朋克看着他的腹部，人身有一处，如炉，如海，如田。心若散，火乱烧；息若粗，水不聚；身若僵，田不藏。练拳之人，要让气慢慢归于中宫，也就是丹田。飘朋克点头，但没有多说名相。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练到某一天，会发现自己不再浮在胸口，不再吊在肩上，不再卡在喉间。你的呼吸慢慢深了，心慢慢稳了，身体的重量慢慢往下安住。这时拳才开始有根。那气沉下去之后呢？气若只沉而不通，便成滞。真正的气沉而能达，静而能行。它能向下通到脚底，使人不浮；能向上灌到顶，使人不昏；能在中间圆转，使人不僵。所以不是死沉。死沉是病，太急的沉是活沉。像水入深潭，看似安静，里面却有生机。你站在那里外面不动，里面却不断调整。你一出手，看似柔和，里面却有整个身体的连贯。阿川想了一下，问：那推手时，这种气有什么用？气顺，身就顺；身顺，劲就顺。对方推你，你不用急着挡。你若胸口一抗，就断了；你若肩膀一顶，就僵了。真正的话是让他的力进来，经过你的身体，落入脚下，再由脚下回到腰中，最后由腰中变化出去。阿川眼睛一亮，所以化劲不是手上的技巧，手只是门面，真正做事的是全身。若全身不通，一双手再巧也只是小聪明。若全身贯穿，一个小小转腰就能使对方失去重心。那第三步，明神又是什么？飘朋克放下茶杯，语气变得更慢。神不是神怪，神是清明的觉。全练到深处，不是力量越来越大，而是知觉越来越细。知觉细到什么程度？飘朋克伸出手让阿川搭上来，阿川刚一碰，飘朋克的手像棉又像水，不抗不逃。阿川稍微往前一推，飘朋克只是身体微微一松，阿川的力就落空了。阿川惊讶说：师父，你好像早就知道我要推哪里。不是早知道，是听见了。阿川疑惑：听见？可是你又不是用耳朵听。拳中之听，不在耳，在身。皮肤能听，筋膜能听，骨节能听，重心也能听。对方的力一来，方向、虚实、轻重、快慢都在接触中露出消息。那听见之后呢？听久了就懂，懂不是分析，懂是身体明白。对方一重，你知道他哪里死；对方一浮，你知道他哪里空；对方一急，你知道他心已先乱；对方一犹豫，你知道机已出现。这就是懂劲。是听是知道来路，懂是知道变化。再往上就不是你刻意去听，也不是你刻意去懂，而是身体自然有反应。对方微动，你已得机；对方未发，
你已知识，这时便接近神明。神明就是这个意思。神明不是炫耀，也不是玄谈，是身体无碍，气机无滞，心神无乱，三者合一，便有一种自然的灵。你不必想太多，身体自己会应。你不必用大力尽自己会道，你不必争胜，胜负的机已在一念之前分明。阿川沉默了很久，飘朋克看着他，忽然语气严肃起来。但你要记住，这条路不可劣等。什么叫不可劣等？行未开，不可妄谈气；气未顺，不可妄谈神；神未明，不可妄谈道。若筋骨未松，却强行守气，气便成滞；若丹田未稳，却急住听进，听到的只是自己的紧张；若听进未熟，却自称神明，那只是心魔，不是功夫。阿川听得心头一震，飘朋克又说：真正修拳的人不怕慢，只怕假。慢一日有一日之功，假10年也只是空转。你今日肩松一分就是进阶，胯开一分就是进阶，气沉一分就是进阶。推手时少一分抗，多一分听，也是进阶。所以进阶不一定看起来很厉害，真正进阶常常是看起来更平常，火气少了，身段柔了，脚步稳了，说话慢了，遇事不急了，全在身上，最后也会落到人品上。若练得满口神通，却一碰就怒，一输就变，一急就僵，那不是进阶，是退步。阿川低下头，像是被说中。飘朋克语气放柔：太极拳不是叫你变成奇人，是叫你变回真人。真者，身不欺心，心不欺气，气不欺形，内外如一，动静相因，这才是正路。阿川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风从院子里吹过，竹叶轻轻作响。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问太极拳怎么进阶，其实问错了。他以为进阶是多学几招，多懂几句口诀，多听几个玄妙名词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进阶是身体一点一点回到自然。阿川慢慢说：师傅，我懂了。飘朋克看着他，阿川说：太极拳的路不是先求神奇，而是先求真实。第一步是练习，肩要松，肘要坠，胯要开，脚要落，脊背要活。身体若还是一节一节断开，气就没有路，静也不可能整。第二步是养气，气不是靠想象，也不是靠硬压，是身松了，心静了，呼吸合了，它才慢慢归根。能归中，才能达下，能达下，才能上通，上下相连，才有完整一气。第三步是明神，这个神不是神怪，而是知觉清明。身体能听见对方的力，能明白对方的变化，能在未动之前先知其机，这才是太极拳真正细微的地方。阿川看向自己的双手，以前我一直想问，什么时候才算进步？现在我知道了，不是我会了更漂亮的招式，而是我少了一点僵硬；不是我能把人推出去，而是我能少一点硬顶；不是我懂了更多名词，而是我身体更诚实，心更安定，气更归根。飘朋克微微点头。阿川接着说：太极拳的进阶其实就是由粗入细，由散归整，由形入气，由气入神。不能跳，不能急，也不能假装。一步错，后面都偏；一步真，后面自然开。飘朋克端起茶，淡淡说：记住，真正的道不在远处，在哪里？在你肩松的那一刻，在你气沉的那一息，在你不与人争的一念，在你能听见对方也能听见自己的那一瞬。
阿川听完，心里忽然安静下来。他重新站好，双脚落地，膝微松，胯微开，肩沉，肘坠，头顶轻轻凌起。这一次他没有急住打拳，他只是先听风，听身，听脚下的地，也听自己胸口那一点慢慢放下来的急躁。过了许久，阿川才轻声说：原来太极的进阶不是往天上飞，而是先把自己这个人稳稳放回天地之间。飘朋克笑了，这句可以入门了。